这后面就把它虚一下，包括这后面也是一样的，这后面真的就跟什么虚呢？你看。就是我目前你看，我就敢大胆的干什么？就把这个染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说了，这个松树是胶墨，这个是胶墨，但是我这个是色墨，就算我把它全部染上以后，照样这个松树还是在前面，干了以后它还是在前面。说这个颜色墨色的变化是很重要的，如果是这个时候如果它是胶墨，我这里非要用胶墨去画这个背景的话，那胶墨我沾上树枝，这个树的胶墨，大家都是胶墨的话，就会怎么样？就会粘在一起，最后就是2个字：一塌糊涂。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画了以后，这里这个水相当于是后面，相当于远处啊，这里说不定还有瀑布，是吧？那不管它了，这个不一定非要说的这么清楚啊，这也不管它了。但是你要去干什么呢？我看评论区还有一位老师说有声音，头像一会儿卡一下。这个不知道您有没有看群里的消息，或者是说有没有加我的微信邀请进群？因为目前我们直播班还有一些学员是没进到群里的啊。如果你没有进群的，你加下我的微信18870379135，加我微信之后，我把新的课程链接发给你啊。之前的课程链接直播通道还没有完全修复，会有这种卡的情况啊。那么新的课程链接不会的。你看，我们现在先把这些水的一些这个流动的水的感觉那么我们先把它给画出来了，就是说先把不实的感觉先把它画出来了。这么一画，有好多这些大的感觉基本上出来了。现在就这些地方，我们再调点颜色。要再去找到，看一下本身30的颜色，它的色调要调出跟它接近的色调。好。为什么要先这个呢？那是因为我这个地方你看，我要把它下面这些稍微画稍微深一点，以叉为主，主要就是什么呀？就是要把这个云气，把它给处理出来，就是我们下面是不实，
上面呢要不匀啊，这都是很关键的。你看下面不要太清楚，太清楚了啊，不要太清楚了。在云中间啊，隐隐约约都还有些流水的感觉。好，基本上就可以了。到时候啊，在烘染的时候，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你们看，把这个画好以后啊，整体的这一块呀。大家可以看到，整体都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一块，就是我刚刚说的，开始这里留了一大块的白，是吧？一大块的白，让人感觉到呢，整个画面啊，就分成了下面这里啊，这里分成3块，很散。但现在有了这一块以后，你们再看它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一会儿我们马上。等它稍微干一下，我们现在不管它，等它干一下，干下来我们还有好多地方需要补。你比方说，这个顶上啊，这个顶上需要那个画一些什么，画一些这些小树啊，这些我们可以加一些小树，这调点颜色。加这些小树，山绿，加上太青蓝，加墨，哎，你看这调成色墨。调成色墨，跟本身这个上面呢还要接近，但是要比它深，因为这个就属要点景一样的，要比它深。你不要说是哪里哈？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上面它已经有一棵树了，是吧？哎。它的后面，但这个时候我不要在后面就画一棵跟它一样大的，也这么大，连它这么大，也画个这么大的，那就麻烦了。那本身
就要通过这里，哎，把它纵深纵过去，然后觉得一下子纵深很远。如果你画的树啊太大，这就不行了哈。所以我们就要干什么呢？叫小一点，叫小一点。利用这个树的浓度啊，利用这个树的浓度，可以把有些地方破一下。你比方说像这里一个三角形，是吧？就不好看。哎，我这个树一去，一个是树干，主要的树干破，另外一个树枝可以画一点，画到水中来。大家再看，这就透过它又感觉到里面有点这个东西，哎，但是它又不明显了，是吧？这都很简单了。到后面这一竖啊，就顶上你就直接一条线拉过去，只是拉的时候你要把树的形状拉出来就可以了。有些地方像这树干啊，跟这些边缘它衔接的不是太好，很简单，给它点些台点，一下子就好了。包括这些，是吧？点些台点，这样子。然后我们还要干什么呢？就是像这后面的话，我们可以稍微蘸一点点白色，就更浅了啊，就更浅了。然后干什么呢？后面就要一个是更浅，第二个就更小啊，第二个就更小啊。后面基本上啊，就比开始那个画法都还要简单。你看，我就拿了笔，左右左右左右，你看就把它画出来了，是吧？啊，稍微有点这个感觉啊。有人说了，哎，为什么这里不画？这个地方还有另有他用，为什么呢？这里跟这里的衔接，它们两个衔接啊非常生硬，那我们就需要，我一直跟大家说，我们要干什么？我每次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哎，现在就是要处理它们的关系了。哎，我首先我就直接蘸比较深的墨，将就这个地方蘸比较深的墨，在什么地方画树呢？啊，比方说哈，这里也是比较，这下面这些也是比较深的哈，那这个地方就不要太大，不要太大，干什么？就在这个位置上，啊，要比这个树呢要大哈，深度肯定更加深。像目前来说，像这些树的颜色，肯定要比我本身画的这个底色要深才行哈。你不能比它浅，你如果比它浅的话，一画出来，它后面的颜色都比它深的话，马上就没了，就看不到了啊。由于它是近一点的，说真的，我这个看树叶又有点树叶了。都很简单，这个就拿小笔把树冠处
点出这些树的这种形状。像一般来说，像这个山上啊，它非常适合就是松树。松树的性格呢，它是非常的坚韧不拔，越是高寒，越是水分少的地方啊，它越活得好。你看，真的是你去看名胜景点，好多这个像黄山松也好，张家界的松也好，它就几根石柱啊，就像这样子的，一根石柱上来，这里面没有什么土分，可以这么说，这里面就完全基本上就是全是石头。你从表面看，全是石头，恐怕有些石头与石头之间呢，稍微有些土在里面哈。它就这种情况，它就可以把这个松树长得非常的漂亮啊，长得非常的漂亮。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松树啊，那还是值得我们这个的哈。好，把它画了以后，这里一棵倒挂松一样的。你看，就把开始显得比较大的一个块面，像开始这个块面显得还是比较大，是吧？因为有了这个树以后，就不显得这么大了啊。这个树的这个墨色要比本身它的墨色要深，说一下子啊，下面可以胡乱点一下啊，包括这些地方啊，包括这里面点一些台，你看着是乱点，其实啊，这都是有目的的点。它点了以后，你会觉得整个的这个就觉得，哎呦，里面非常的厚重啊，里面有东西，不是平的啊，不是平的。有大的，像有些是灌木啊、灌木丛啊，也是有一点点的感觉，不要太大，就是出来。好，你再看这一块，是不是啊？它这个就里面就有东西了啊，就有东西。然后呢，在这边呢，也可以稍微画一点，在这边哈，在这边呢，又在开始这个颜色的基础上，我又在画这个颜色里面，又去搅和搅和，你看，像现在这棵树的话，哈。像一会儿后面啊，这些都是画匀的，都会流亮，所以这个树啊就会怎么样，非常的突出，非常的突出，因为它是前面这一块石头的，你看我也把它画的比较深，啊比较深，但是比开始这边墨色多的地方呢，又稍微浅一点。好，然后大小的话啊也不是太大，但是它比较突出，就显得特别大。一会儿你把它放大，一会儿看整体的时候再一看它，就不觉得它有很大了。好，这些地方也是这样子的，你看很随意的点上两点。
然后就是在这些山上栽了树以后，哎，这些树山上还得栽树。那这个呢就很简单啊，在这个树呢就很简单。你比方说，还是跟大家说了哈，由于我们这个纸有些地方画了，有些地方没画，由于这个纸比较薄啊，所以说它会有些地方就收缩，一收缩纸就不平。这个没关系，我们有磁铁可以控制它啊，可以控制它。到时候打湿了，一打湿了以后，它一受力均匀了啊，马上就平了。可以把你要画的这些树啊，你不要刚好就画到这个边缘。你比方说，我们这里画了一组，大家看我这一组是有变化没有？这3根画得很近，这2根画得近，这一根是吧？它都有变化啊，都有变化，就是要有疏密关系。哎，你看，哎，这根再小一点，这些再点点台，就在下面点都可以，就不要点到外面，点到它里面，因为这些台点它都会比本身这个底要深。像画在顶上的书啊，你看很简单。非常简单，但是你会远处看啊，其实能够冒出来的这么大的山，能够还有树冒出来的，都是非常大的树了啊。走拢看都是古树，千年古树，至少属于是参天树，参天大树。好，把这些画了以后。其实都非常小了，非常小。从屏幕上看呢，好像还有点深，因为我是湿的，刚画的。哎，这里有云，在云中间隐隐约约的，好像还有一些树。到时候一染，它这个就是隐隐约约的。基本上把这个画了以后，我们看看哈。这后面这里，大家看，这个后面还有一些什么？你比方说像这个树哈，这个树很淡了，但突然一下这么淡了，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也有点突然。突然我干脆怎么办呢？我在前面给它加一棵小树，哎呀，正好利用这个浓度啊，就把这些边缘，看这个边缘突然一下子它就会很那个哈，把这个树挡一下。
大胆的把它挡下来，正好利用它的浓度、它的深度，一会儿把这个树啊再破一下。因为这是防止后面的，所以说我们这里还是给它画了一些树叶，也画的很简单哈，画的很简单。一会儿染色的时候，这些我都不单独染，直接环境色给它就压下去了。就感觉后面好像还有好多的树，你看我把这个树一画了以后，这几个树一画，是不是马上它到哪里去了？它到它后面去了。画一张大画，你要想把它画的不空又厚重，它要加很多的东西，要很多的东西。像我们这个都算是小画了哈，都算小画，真的那种比较像大的一些画，像丈二的。最近我刚画了一张，这个我已经在抖音上啊这些都有给大家看，大家看我那张，那真的是把我画的是累并快乐着啊，里面添加了很多东西，每一个环节你都要去考虑到啊，都要考虑到啊，还是比较复杂的。好，你看我现在把这个加了以后，明显感觉到这个地方层次它又多一层，是吧？又多了一层。好，我们把它都画的差不多以后，我们退后看一下。看看它的一个整体，大家看哈，这个现在呢，这里还没画，这个是给到下一个时间段来画，下一个时间段画，把这个加了以后，然后把这些你看这里面的东西加了以后，明显感觉到整个画面就怎么样了，就厚重了，是吧？整个画面就厚重了。然后呢，这里加了以后呢，它也显得不怎么样了，显得不空了，是吧？一下子，这里有东西，而且有层次了，它是从这里往后推出去了，推到后面去了，有层次了。好，至于说这个地方隐隐约约的，有些这个，我就说了，这个云啊，这个雾气啊，它若即若离，是吧？啊，形断意不断，这种感觉，它一会儿又和这边的云呢，又形成一个虚实关系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啊，我们都要把所有东西你要争取考虑进去啊，争取考虑进去。我们一直给大家说，我们画画的话，它就是在处理。我一直都给同学们说哈，画画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叫无中生有呢？你们看，我们拿着一张白纸，是吧？拿到一张白纸，然后通过一张白纸，通过我们的添加一些元素，就它本身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通过我们去添加一些元素，让它形成了这么一张，构图非常丰富的构图，是吧？
好，同学们，我们第1个小时的这个课程就上这里哈。这个一会儿第2个小时我们把这个水把它画完啊，这也是很花时间的。你们先看一看它的一个整体效果。